如何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种雨伞来防身？首先啊，是一个长的雨伞，不能拿这种小的伸缩伞，那个基本上起不到什么防身的效果。长的雨伞呢，跟这个有人可能认为我这不就是一个短棍吗？我可以去这么轮打，对吧？但其实来讲啊，你拿着这个伞打我，什么意思呢？就算你使再大的劲哈，对我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因为这个本身伞就不是很粗，也不是很重，而且呢，外面还有这个伞布去包裹着，打到身上呢，基本上不会很痛，那么你也就起不到去伤害对方来保护自己的一个作用。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虽然很轻，这个杀伤力不强，记住它的头跟它的尾，这个呢才是你攻击你所能用到的最关键的地方。如果对方离我近了，对吧？我这个非常坚硬的地方，砰，只要撞到对方眼睛、鼻子，或者是胸口、小腹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疼痛无比。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这个地方压强是很大的，所以说呢，只要用它去撞到对方这些软组织的地方啊，软组织的地方，耳朵、鼻子、嘴、胸口、这个喉结、小腹等等等等，都会对对方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我们再去用它防身的时候，就要利用头跟尾。那有人说了，头跟尾这么长怎么用啊？你在攻击我的时候啊，我横不能，对吧？不要这面了，直接去攻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了啊，你除了这么格挡之外，你还可以这样去拿。那么无论对方啊怎么去挡，哎，对吧？好，我可以这么上下去封的过程之中，如果是上面来了，好，我可以这么封过来之后啊，来，这么封过来之后呢，去砰。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一个预判啊。如果说对方的棍子稍微短小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再去这样封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手让开一点，因为你的前端不能把你的手给打到。所以说他来的时候看，对吧？直接用这块去把它打开，打开的同时，你直接进到对方的身体里啊，打开的同时进到身体里一撞，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把它分开两个节拍，比如说啊，他过来了，哎，我把它打开，然后呢，我再去打，这就两个节拍，一定要是一个节奏哈。打的过程之中，砰，身体要近过来，因为你的伞的长度加上你攻击的一个距离，是不足以碰到对方的。如果你不动的话，对方过来打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攻击他，很被动。那么我如果在拨挡开之后，我进过来的话啊，来，啊，进过来啊，这个时候我再去用力去撞他的话，那么这个杀伤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啊，他在攻击过来的时候啊，拨挡打，或者呢，如果是刺的形式，那么啊，去封，这个几率呢，其实相对来说会要大一些。封的过程中呢，把身体稍微让开啊，你不要这样去封，那么很容易就把你给碰到了，因为对方的匕首呢或者短棍可能是这个速度，所以呢，就算他这个速度的话啊，对吧？你也要非常快的封完之后，马上去用这个棱的地方去攻击他。这个地方啊，近一点，你不要去打这个地方啊，你要打哪儿呢？鼻子、眼睛啊，下来之后马上往这个地方去推，只要你推过去。就算它的硬度不够，那么你也可以稍微的阻挡它的视线，稍微的给它造成一个重心上的不平衡，把它推过去，然后呢，你再迅速逃跑，或者呢推过去之后，你可以补一下，再迅速逃跑，都是可以的。至于我们这个短棒的一些用法啊，比如说一些脚棍的动作，一些这个利用它这个脚法的动作，如果能不用，大家还是不要去用。因为在真正街头冲突的时候，这个对方情绪上产生一个特别大的波动，特别愤怒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力会比平时更快一些的。你如果想啊，来打我啊，格挡住之后，然后呢去抓住他啊，去脚把他这个夺过来，其实是很难的。如果对方这个打完你之后啊，
你再去抓他，马上他下一步就已经过来打你了。所以永远不要想着去夺他的这个武器啊，还是很难的。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个短棍所能做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去进到他的身体里来，去戳击他。那么脚法不能用，什么方法我们是可以很好的使用的呢？比如说啊，对方把我给抱住了，面对多人或者是面对2个人，有一个人把我抱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要想着去打，我去这个踹对方怎么样？这个很好解脱的，怎么办呢？用这个下边，看，只要我使劲的压，使劲的向下压，对方的手就会特别疼痛。那么只要他一松手，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回身马上砰去戳击他，我就可以快速逃跑了。如果说我们的武器不够坚硬的情况下，记住一点啊，你要用你不坚硬的这个武器呢，去攻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什么地方最脆弱呢？避开所有肌肉的地方。如果是胸大肌、这个三角肌这个地方呢，它的抗击打能力是很强的。那么你要去打哪些位置呢？肌肉边缘的位置一般都很脆弱，比如说啊，胸大肌的这个边缘，这个胸骨的这一个直线下来，或者呢这个边上。那么三角肌呢，什么地方脆弱呢？这个下边挨着骨头的这个位置。手呢也是挨着这个皮肤直接包裹骨骼的地方，这些地方是很脆弱的。你要尽可能的呢，用你的这个压强大的地方去攻击对方这些地方，只要你打到了，保准他连武器都拿不起来。头部呢也是啊，整个的侧面其实都很脆弱，这个太阳穴、颞骨的这个大部分的位置，耳朵只要你打过去，它都会很疼痛。耳朵的这个最下边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自己用手去用力的戳进去，很痛。所以这些位置呢，一定要记住，就算我们不用这个武器，用手去戳的话，对方也会特别疼痛。那么有人可能说了，这些目标都太小了，我不容易打到怎么办？注意啊，目标大的位置呢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软肋的位置，整个的大腿侧面这些位置啊，这些位置只要你用手去使劲的戳进去，对方只要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你使劲的戳进去，他一定会特别疼痛，因为这些呢都是软组织的位置。大家平时如果走路在街上或者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兵器啊磕击到我们的这些位置，直接就会青一大片，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些软组织的位置。我们使用雨伞，使用这个眉笔呀、裤棍呀、这个小的防身棍的时候，就要攻击这些地方。无论你的武器多么短，你多么的没力气，对方把你抓住了，对吧？你只要稍微拿一个硬的东西照他的这个手背，只要一下，他马上就松手。还有什么位置呢？我们的腋下，对吧？只要你用手啊用力的把它戳进去，这个腋下的位置，对方是疼痛难忍的，那么你就可以趁这个空闲的机会快速逃跑。所以呢，电影里我们很多的东西，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炫酷的防身动作，这个黄飞鸿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拿伞的，拿这个腰带呀，这个软件的，其实很多的时候啊，90%以上都是为了电影效果。真正的街头防身，大家记住啊，能一下我们就绝对不2下，因为我们要迅速的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掉战斗，然后呢，尽快的保证我们人身的安全，快速逃跑。但是呢，我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就练一下，以为我这一下只要练好了，打到他我就可以战无不胜了。因为在街头格斗的时候呢，这个发生冲突的这个情况很多啊。我们这一下如果打不到的话，一定是要跟第2下连接好的。所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封过去之后啊，如果你这一下能扫到对方的头，那就是扫到了。如果扫不到，你要马上砰，把这个接上，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呢，你如果拿短棍的话，这么一下扫过来之后，打不到对方啊，到这下力就已经运好了啊，马上砰，这一下就来了。每一下都是啊，比如说对方过来，我在防的过程之中也是啊，防的过程之中，你把这个劲儿陷下去之后，哎，马上你要上步去攻击。所以呢，
保证一个打人的原则是什么呢？能一下我绝对不2下，保证一个自己打别人的情况，保证一个什么原则呢？每一下都把它衔接好，1、2、2、3都把它衔接好。就算1打不到的时候，我们这一下看似空了，但其实是我们第2下的开始啊，砰，打过去。这样呢，在街头格斗的时候，我们才能尽可能的保证自己最大的一个人身安全，争取时间，快速逃跑。我是小易武术教练，喜欢的朋友呢，别忘了点赞和评论。有更好的建议呢，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告诉我，咱们一起交流讨论。咱们下回再见，拜拜。